大家好，这里是毛怪先生。提起《灌篮高手》，相信没有几个人不知道的。但是你相信吗？《灌篮高手》动画片的引进，却实实在在让电视台坑了一批像我们这样熊孩子的钱。在90年代，各种垃圾广告无孔不入的黄金时段，一种短信互动游戏你见过吗？而我朋友的工作室因为参与了这个互动游戏，而最终自己也被骗得欲哭无泪。故事开始之前，请大家给毛怪先生点个赞，关注一下毛怪先生，不用点开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会错过下一次节目了。灌篮高手呢是80、90后的经典回忆。1995年，灌篮高手动画片引进大陆，每天在黄金时段播放。我们这些熊孩子呢，必然是早早就坐在电视机面前等候。不知大家还记得吗？在每集动画结束之后，片尾有一个电话竞猜活动，并显示一个电话号码，只要拨打电话回答一个动画片内的问题，就可能获得奖品。对于当时呢剧情早就烂熟于心的我们呢，我相信很多熊孩子都会忍不住飞奔到电话前拨打竞猜电话。电话接通后呢，问题会以语音的方式播放出来，问你当天动画片中的一些问题，那难度呢堪比是调戏傻子。欢迎拨打灌篮高手有奖竞猜电话，请听题。流川枫穿几号球衣？10号请按1号键，11号请按2号键，18号请按3号键。恭喜您答对了。回答正确之后呢，电话那边呢就给你播放一段春晚一样的 SB 音乐，庆祝一下你的智商。樱木花道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黑色请按1号键，红色请按2号键。恭喜您答对了。之后呢，会让你留下身份信息，然后通知你第二天再拨打这个电话收听是否中奖。但是电视屏幕上最阴险的一句话倒是没有几个熊孩子会在意：本电话每月最多收费30元。因为每天呢都有灌篮高手的动画片，所以每天都有竞猜。那像我这样的熊孩子呢，基本是一次不落的打电话回答问题，第二天再打电话收听是否中奖。而对于下个月才会交的电话费，那完全抛在脑后了。而且当时的电话费呢都是家长交，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时候呢，30元对于一般的家庭呢虽然都能负担，但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每月突然多出30元电话费，那我面临的自然是我爹的一顿臭骂。虽然之后呢有所收敛，每月呢只回答1、2个问题，心想他每月最多收30，那我打的电话少一点，估计也就几块钱的电话费，应该不会引起家里的注意吧。没想到呢，下个月依然是我爹的一顿大逼兜。我跟我爹说，我只打了2、3个电话，怎么也收了30元呢？后来我爹去电话局详细问了一下子，没想到电话局回答，那个竞猜号码只要你打了就他妈收30，每个月最多收30，完全就是个幌子。我不知道呢，那时候有多少熊孩子像我这样被这个阴险的电话给忽悠了。灌篮高手呢是我们美好的回忆，但这个电视台的竞猜是真的流氓。下面我要讲的就是我朋友青黄不接的动画工作室因为一个动画订单彻底黄了的故事。在互联网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时代，电视一直大行其道，各种广告推广营销无不见缝插针地寄生在各个电视、电影、综艺节目的黄金时段之间。比如那侯总的8星8剑，就是要在中国打响博芬的什么前哨战，要让博芬用这个价格在中国怎么样，让所有的中国同胞知道，原来最好的车工就是博芬的8星8剑车工。所以今天价格到底是998，不到1000块，不是9980，是998块。而且说实话呢，我还挺喜欢他的。不过呢，像脑白金这种洗脑广告呢，那真是恶心到家了。因为它的图片、视频呢过于恶心，所以呢我就放个美好一点的东西来代替一下。我倒是没见过谁买这玩意儿，证明呢咱们的用户群还是比较正常的。不过呢，它确实呢给我们那个时代的观众记忆里刻下了呕吐的一笔。这个脑白金创始人史玉柱呢，后来整了个巨人网络嘛。当时有个公司想要在自家媒体上介绍一下这个史玉柱，我正好有个同学在那儿上班，公司呢要求他给史玉柱画一个漫画肖像。我同学呢着实给大家表演了一把什么叫骨气。
你要不就杀了我，要不就别让我干这个活。顺便呢提一下恒源祥，恒源祥的这个杨洋洋啊，也一定能登上中国广告的荣誉榜。每次呢我看到这个广告都他妈直接砸电视。2008年，一则长达1分钟的从数一直念到猪的恒源祥广告，在上海东方卫视等电视台黄金时段反复播出。同龄人呢，相信都被这个恶心到家的广告震撼过。谁看过这个广告呢？可以在公屏上打个 C。这个广告直接引爆了中国观众的怒点，纷纷发帖抵制恒源祥。而恒源祥的传媒顾问丁秀伟呢，则美其名曰的表示，这是为了给大家拜年。人家脸皮是羊毛做的，你抵制能有用吗？当时呢，我有一个傻乎乎的同学，在家呢愣是把这1分多钟的广告全都给看完了。妈，电视坏了！随着手机的普及呢，黄金时段恶心人的广告也与时俱进，而且呢，已经不单单是恶心你了，背后呢藏着深深的恶意。大约2000年左右，电视上呢出现了一种发短信打怪物的神奇节目。画面上一些奇怪的角色来回溜达，这些角色呢稀奇古怪，有的是外星人，有的是怪兽。比如有一版呢，就是像潘长江扮演的一帮弱智的日本鬼子。这个题材呢，在当时 U 型所盛行的年代，那可是比打外星人啥的更有市场竞争力。每个角色脑袋上呢都有一个数字，你选择一个怪物，输入数字，然后发送到电视屏幕上的一个号码上，你就能打倒这个怪物。这个情景呢，有点像现在商场里面孩子玩的海洋球打怪。这些个角色偶尔会被打倒，只要是你发的短信，那么打倒的怪物就会显示你的手机尾号，表示呢是你打败的。那么呢，你就可能因此得到一份大奖。当然，您要是见过这种节目，一眼呢就能看出是假的。不过呢，依然有一些中老年人会上当受骗。但是呢，这个短信互动游戏的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连直接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工作室都被骗得裤衩都不剩。当时呢，我有个朋友开了个动画工作室，不过呢，由于经营惨淡，正好呢又因为不知道哪里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甲方，甲方有一个动画的单子，而这个单子便是发短信打外星人。一听的是短信互动动画，他们呢也在电视上看过这种节目，虽然也质疑这玩意儿的真假，但对于马上要饿死的工作室来说呢，就算是脑白金也得吃啊。一番专业化操作之后，动画做完了。他们最后呢问了甲方一个技术性问题：角色上面那些显示数字和手机尾号的地方，是不是要给您留一个空白的文本框啊？因为这里呢有各种号码，还有发短信成功之后呢显示的用户手机尾号，所以呢这里一定是程序或者电信部门来对接的。而甲方的回答直接证明了咱们这智商呢也就配得上一把 U 型锁。甲方说，你留什么文本框啊，瞎编几个数字和手机尾号，全都做成死动画就行了。运营方哪儿他妈有功夫给你做这么复杂的互动短信系统？最重要的就是上面需要发送的号码是真的。这一番言论呢，让动画工作室瞬间顿悟了，我们到底在干啥？后来呢，只要电视上有这种节目，我就注意观察所有的号码。果然呢，每次播放的号码、手机号全是一样的，全都是一段重复播放的死动画。当然了，这里只有需要发送短信那个号码是真的。后来网上呢也有很多人揭发这种发短信的动画纯属是骗局。当时有多少人参与过这个打怪游戏我不知道，但是工作室在得知真相之后呢，他们感觉自己就像同犯一样。但是就算是同犯呢，也把活给干了，咱得要工钱呀。但是呢，做完这个单子之后，甲方就一直拖着不给钱你催也没有用，甲方就一个字儿：拖。毕竟呢，连全国人民都敢骗的人，还怕你一个小小工作室？结果呢，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工作室，因为接了这么一个单子，彻底坠了。这就是软刀子杀人，杀人不见血，神不知，鬼不觉。但是这个坑人互动动画呢，在黄金时段反复播放，但凡你手贱参与了，我能知道的就是你啥奖品都得不到，但扣你短信费，那可是真的。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毛怪小剧场，就讲到这里。90年代的骗局呢，远不止这些。如果呢你有什么黑暗的记忆，也请写在评论区里。
下次呢，我将继续讲有趣的小故事。请关注、点赞毛怪先生，并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你的朋友们。See you next time.